当时应该是在拍一个什么广告，一个什么工作，反正就是在棚里面拍摄的。对，心情怎么样？对，很开心。其实，在这个角色之前有将近1年的时间没有拍戏，是处在一个缓和在休息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角色相当于是某种缘分上，他到了。那会儿还妄想着说，不挂我的名字，就是让大家去电影院里面的时候，可能只会觉得说这个人长得像易烊千玺，但是就最后还肯定是没有实现嘛。对，就内心很渴望这样难度的角色，这样可遇不可求的角色吧。不太大，不太多，但直到进了组才知道，凭着一股盲目自信就接了这么个角色。接之前觉得说，以自己这个处理肢体的这些细节，觉得应该能把握住。对，然后等真正上手、真正相处的时候，才意识到难度是多么大。一个很微妙的气氛是，剧组现场那些工作人员，他们在和你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开始没有变得那么说在观看一个人，或者说在看一个很猎奇的行为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行为比较接受、比较日常流的时候，那种情况下会比较舒适，会有这个氛围下，会渐渐的更让自己相信我就是生活在这个角色里。每一次进组之后都会有一种特别想深挖到角色的某个程度的心理层面的那么一个冲动吧。对，如果比如说我是客串一部戏，如果我没有演到说我自己都了解这个角色的某个深度的某场戏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对这个角色会有点遗憾，我会觉得不够过瘾。那小小有好几场特别触到情绪很深处的地方的戏，我会觉得相当过瘾。那会儿刚第一次去东京电影节的时候，然后当时因为有很多国外观众，然后大家就刚看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个是真的找了一个这样的患者来演，然后我听到这种评价的时候，我就异常的兴奋。这一类角色我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然后可能观众们对这一类角色在大荧幕上2个多小时的这个接受程度，我们都不太拿得准，所以其实临上映之前，我们都特别的忐忑，对，然后能受到那样的评价，反正就是异常的开心。完全是对，完全是说的特别对。我是属于每一次将将到杀青的时候，我就数着剧本上那个还剩多少场戏，然后我就画一道，我就比较盼着说杀青，因为可能是有点太自己钻牛角尖，有点太想往好了做，然后就总是给自己逼到某个自己都不知道的情绪的情况里面去。对，它就是相当于某种瓶颈，你喜欢它，你做它，然后它给你的那种快感是比较能轻松得到的，并且它是一个很缓慢的动作，你就能放任手去做，脑子就放空，然后它就会自动梳理你最近的一些情况。对，就跟有的人喜欢听音乐，有人喜欢冥想，大概是一个功能。
我还比较喜欢自驾出去玩儿，对，去没人的山里面、大自然里面走一走，对，有点过于累的时候，就在房间里面发呆放空，对，误解，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它里面就是说误解其实是能被新的经验覆盖的嘛，它是能被纠正回来的。我比较幸运的是，从小就出道，然后已经有相当一波比较信任我的粉丝群体，他们有时候会无条件信任我的选择。对，那我其实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去放心的做一些所谓比较沉的一些动作、一些作品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心里有底气吧。我出道之前一直都是比较内向，比较容易紧张的人，然后出道之后慢慢就变得这种紧张和内向慢慢就变得更沉默寡言，就更比较不太想过多的表达自己，就把事儿做好，把成绩摆出来，慢慢可能到现在自己看来，可能这个选择是对的吧。我觉得这个对，就不光是演员，因为演员是我们就是这个职业，我们就需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个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我们需要所谓的标签，就是给自己做定位，在自己社会动物嘛，在这群体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同类人，自己的这个位置。那演员就没办法，我们的工作就是戴上一个面具去扮演别人。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中间的这个微妙和那个平衡，就是演员的这个工作的又美妙又危险的部分，就是没办法，我们可能一辈子演员工作就是在和这个相处，打平衡。对。音乐上其实也还在寻找一个属于我的气质，对。然后我也喜欢和不同风格的音乐人去合作，对。所以电影上可能我能更明确的释放更多的我内心深处的部分，可能音乐就还得再寻找。我生活里基本就属于那种树懒，然后反正就那一类的。生活里印象最深，好像也没有什么让我，对。但今天开了演唱会是吧？对，演唱会，对，工作，对，演唱会算，对。然后今年也上半年拍了几个戏，对。未来会播出吗？可能都是工作上的。